房地产税要来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它是洪水猛兽，这其中反而可能蕴藏着一些不一样的机会。不管你现在是手握多套房子，还是即将买房，亦或是挣扎在租房的边缘，这条视频呢，都请你务必看完，并且收藏起来，因为它或许将深远地影响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财富增长。很多人都有疑问我们买房的时候不是已经交税了吗？为什么还要再交？这是因为你买房时候交的税是买卖环节的税，那么现在要征收的是持有环节的税，而且是持有多久就要交多久，不管你住还是不住，或者有没有出租，这就大大提高了房子持有的成本。那么超预期的这个速度出台地产税试点的政策，目的只是为了打压地产吗？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暴跌吗？作为老百姓，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继续展开。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国家要打压地产，才快速出台了这个政策。其实你错了，在过去的一年连续出台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组合拳，已经把地产的价格压制住了。在地产政策层面，我们一直倡导的是维稳，而并不是压制，根本没有必要再针对性的来出这个政策。出台地产税主要的目的，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个目的就是为地方财政的收入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在过去呢，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就是卖地，这个收入基本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在房住不炒的组合政策的压制之下，开发商也开始捉襟见肘，土地拍卖出现了明显的降温，流拍甚至终止拍卖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靠土地维持财政收入已经不可持续了。再找不到一个财政收入的补充，地方财政拿什么来做基础设施的建设，拿什么来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甚至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的危机，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开征房产税是为了控制过高的房价，这绝对是误解。房价高了，房地产税总额一定会更高。你说真的是希望房地产崩盘吗？房子卖不出去吗？一定不是，一定是希望盖的房子都可以合理的销售出去。拥有房子的人越多，房地产税来源也就越广，政府就可以用更多的税收为老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居住的环境和配套的服务。毕竟呢，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第二个原因是进行收入的再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手段。因为房地产投资在过去带来了非常多创富的神话，这里面也出现了巨大的一个贫富差距，所以把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征收纳入共同富裕的大框架中是很有必要的。征税的对象不是中低收入人群，而是向有多套房子的高收入人群进行征收。你房子买了这么多，在过去赚了这么多的钱，现在反哺一些给社会也没有毛病。如果你的家庭只有一两套房子大家大概率是不用太担心这个征税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影响。政府对于自住和基本的改善住房的需求是会充分保护的。但是如果你是手握 N 套房的炒房客，就要注意了，这个政策对于这类人群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它的确会大大提升炒房的成本，让这些本身靠信息优势和资本优势建立起来的投机群体，在一轮一轮的政策面前逐渐失去丰厚的利润空间，也会被动的要求这些人去寻求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比如说将资金搬家买基金流入股市，支持实体的经济。那么试点房地产税的政策会不会引发房价的下跌呢？我认为短期是会的，因为市场恐慌情绪一定会让很多人开始抛售手上的房产，而买房者又担心房价会跌不敢轻易出手，这就会出现阶段性的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不跌也难。但是这个下跌会是永久性的吗？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跌幅吗？我认为不见得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先说目前的试点城市也就几个，试点也会在5年之后进行重新的修改，在全国铺开也是5年以后的事情了。再说呢，其实征收房地产税在中国不是特例，大多数的这个国家都有征收的先例，比如像英国、美国、日本都有征收地产税。虽然说税收不相同，有高有低，但是所有高税率的地方依旧还是人口不断涌入，房价也是有一定支撑的地方。为什么？你自己想想，高税率的地方，地方财政有钱了，更多的优质的软硬件配套都上来了，学校好，医院好，治安也好，居民素质也高，整体的城市的建设比低税率地区要好很多。那么你是更愿意住到高税率地区，还是更愿意住到低税率的地区呢？因此别把征收房地产税当成洪水猛兽了，长远上看，它绝对是一件好事。那么面对房地产税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同的人群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手上有好多房子的人。我认为响应国家号召留出足够的现金，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实体地产投资的高回报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资金搬家进入资本市场是很有机会的，让专业机构帮你打理，通过基金在资本市场想要获取超额的回报是很有必要的选择。如果你还没有买房，在各种组合拳出来之后，房价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是我们捡漏好的机会。
价格更低的时候去买房啊，不仅首付可以低一点，贷款也可以少一些，对吧？压力整体小很多，政府是鼓励自住购房需求的。那么如果你是生宝宝要置换，或者说对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并不是很满意，在这个时候进行置换也是不错的选择。有很多的房源是可以好好挑选的。但是不管是置换还是买第一套房子，接下来买房子更不可能闭着眼去瞎买了，一定要买有优质配套的地区，学校、交通、医疗、商业都是很重要的。核心地段的升值空间会在未来和非核心地段拉开更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买房会变成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儿。好的，我们总结一下，房地产税推行对于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长远来说是好事。作为老百姓，要看透其中政策的用意，顺应政策的大的趋势来走，不要妄想在地产投资当中去赚一个大钱，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同时呢，有刚需的朋友可以把握难得的政策带来的冲击，降低自己的购房的成本。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欢迎持续关注资产财经，我们下期见。